蓝忘机捧起魏无羡的脸，强迫魏无羡和自己对视。他一字一句地道：“回你的宿舍。”那双微挑的凤眼瞪大了，黝黑的瞳仁里映出一个模糊的人影，机械地重复着蓝忘机的话：“回宿舍，把护照、学生证和狩猎许可找出来。”那双眼突兀地眨了一下，滚下一颗透明的泪珠。蓝忘机一滞，重复道：“护照、学生证、狩猎许可。”蓝忘机轻轻一叹，伸指擦去魏无羡脸颊上的那道泪痕，改为下达简单明确的指令。他道：“换衣服，准备出门。”魏无羡一个机灵，总算动起来了，几下穿好衣服就往外冲，又被一把抓回来，按在猫咪沙发上收拾行李箱。他对打包早已轻车熟路，意识中收拾行李和赶路基本是划等号的，于是便安安静静做事，并不反抗，把蓝忘机放在他手边的物品一样样堆放进箱子。彼时，蓝忘机正在打电话，第一通打给江丰眠，请假和委托维持实验；第二通给他大哥蓝曦臣，报告去向和寻求帮助；第三通电话给驻外办，询问如何快速通道的申办以及当地使馆的联系方式。挂了电话，蓝忘机一手牵人一手拎行李箱，关电闸锁门，向魏无羡的宿舍楼出发。拿起证件后叫的出租车刚好赶到。1小时内，两人在候机厅与紧急中心的工作人员会合，办齐了临时签证和其他手续。晚上8点10分，登上了最近一趟前往达拉斯的航班。趁着等候起飞的间歇，蓝忘机又接了2个电话，这才有空看微信。韩光，谢谢兄长。列兵兄弟之间不需要客气，微笑。列兵路上小心，不要丢东西，照顾好魏小弟。韩光，列兵搜救组里有清河那边的人，需要帮助的话直接找，我给你一个联系方式。韩光，好。列兵，稍等，一会你明觉哥发我就转你。你们已经在飞机上了吧？万事不必慌张，不用回复了。蓝忘机刚要锁屏关机，被魏无羡一把抓住了手腕，握得死紧。他转过头，对上视线。魏无羡道：“我的手机，我得打个电话。”他嗓音发紧，也涩得很，连一向翘起的嘴角都抿直了，绷紧了。好在察言观色，大约是总算清醒了些。蓝忘机点点头，从外套衣兜里拿出魏无羡的手机，递过去，为免错过重要电话，刚才他一直替魏无羡拿着。魏无羡的手还在微微发抖，点了几下，先把通讯录中的紧急联络人改成蓝忘机，又找到 W 开头，顿了几秒，拨给了一个温开头却没有标出全名的人。电话很快接通了。魏无羡，温叔叔。魏无羡，我会将名下夷陵研究所的全部股份出让给你，请你全力协助我在达拉斯的救助行动。魏无羡，不行，至少30天，否则我将换一个人来合作。比方说，温情姐。魏无羡，谢谢。放下电话，魏无羡使劲搓了几下脸，停了好一会，低声道：“谢谢。”蓝忘机把刚要的温茶水递给他，道：“不要谢，不要谢。”蓝忘机还记得他说过的话：“你我之间不需要说谢谢。”魏无羡，要谢的。要不是你，我真的慌了，就算现在脑子里也是乱的。耽误你请假来陪我，谢谢。飞机开始滑行了，商务席的间隔有点大，系着安全带实在不好埋胸，魏无羡只好退而求其次，去勾住蓝忘机的手指，又抢在蓝忘机回应之前继续说道：“但是比起说谢谢，我更想继续麻烦你，拜托你陪着我，帮帮我，我一个人处理不了，真的处理不了。一想可能发生的状况，我就对不起，我实在没办法。我爸他们……”他说着说着，慌乱的情绪一冲而上，又开始扑扑簌簌的往下掉泪，说了一半实在说不下去，只能低着头捂住眼睛，又沉默下来。蓝忘机握紧他的手，道：“放心，都交给我。”魏无羡点点头，机组的轰鸣遮去了他的低声啜泣。好在飞机一进入平流层，蓝忘机就立刻解开安全带，搂住了他。熟悉的体温和气息，是绝望之海中的救生浮木。蓝忘机一直在耳边低声的劝慰着。魏无羡虽然浑浑噩噩，虽然根本听不进去半个字，但他记得蓝忘机说了一整晚。从起飞到降落，他哭累了，睡着了，也没停下。他听着蓝忘机的声音睡去，又在这把声音中醒来，
嗓音明显比他睡之前沙哑了些，但无论是语调还是语速，丝毫不变，也没有半点不耐烦。在这之前，他从来没听过蓝忘机说这么多话，也从不知道蓝忘机的声音会这么柔和。之后过了许多年，魏无羡都记得。他的长时期记忆力不算出类拔萃，经常忘记各种他认为无关紧要的事情，可这趟航班他一直记得，或许将会记一辈子，时间越长，反而越清晰鲜明。达拉斯沃斯堡国际机场，落地是个大好晴天，魏无羡眼睛又肿又涩，架着从家里带来的大框墨镜。一下飞机，他就被一群西装革履的人簇拥了起来。蓝忘机等行李晚了一步，正好错开了包围圈，调出蓝曦臣给的电话。几分钟之内，另一组着装打扮截然不同的，像是雇佣兵的人马也出现了，拦下第一波黑西装，就地开始交扯射皮，气氛十分紧张，一触即发，连机场安保都惊动了。魏无羡连忙瞅了个空档，从包围圈里出来，回到蓝忘机身边，隐晦地比划了一下，道：“哪来的人？你认识吗？”蓝忘机颔首答：“清河。”魏无羡顿时松了一口气，道：“太好了，吓死我了！自己人，走走走。”他又连忙拉着蓝忘机回去斡旋，让全员就地解散，只留下2名队长。一问才知道，一边是拍摄组请来的调查团，另一边是蓝曦臣请的清河救援组，双方目的一致，当即化敌为友，约好互相配合。坐上调查团的越野车，提前半天抵达的山姆就在副驾驶坐着。魏无羡打了个招呼，和蓝忘机坐在一起，也顾不上不客气寒暄，开门见山道：“现在什么情况？”神医调查团的队长是个寸头眼镜男，道：“我叫 A 斯，现在团内有人和事故调查组进行了初步接触，对面口风很紧，只知道EV6810航班是忽然失联的。救援组的人全员人高马大，队长一上车，仿佛连座椅都小了1号。他摘下护目镜，露出一张坚毅的面孔，道：“2个调查方向，第一，查登机记录和雷达记录；第二，机场有神秘生物反应。”他话音一落 ，A 惊讶道：“神秘动物反应？”山姆也同时惊讶地道：“整座航站楼都封了，你是怎么测出来的？”在4双眼睛的注视下，救援组组长波澜不惊，十分领导范儿地摆了一下手，示意大家稍安勿躁，才道：“无可奉告。”魏无羡、Ace、山姆、魏无羡等等，我是不是在哪儿见过你？总觉得有点眼熟。组长，你是魏无羡？他从衣兜里掏出几张资料卡，挑出2张丢给魏无羡，又道：“现在看，看完还我，目前掌握的情报都在上面。”魏无羡一头雾水，拿起来一看，巴掌大的卡片上各有一张证件照师的小头像，边上写满蝇头小字，但又和手写卡纸手感不太一样，要略厚一些。藏瑟瑟，道门传人 LV 散人，女 S 级猎人飞魔，于20某某年12月17日2点16分于达拉斯沃斯堡国际机场 B62 坐标1735 比9172 54正负10 km 失踪，存活可能中评估值线索神秘动物反应，行李箱仪器组